万万没想到，曾经说要护我周全的男人，在离婚时递来的协议，让我见识了什么叫吸血式婚姻。他开口就要70万美金现金，外加未来50个月，每月5000美金的抚养费。他说这都是因为我毁了他的大好前程。看到这条款，我当场气笑了。什么大好前程？是当年在美国公司倒闭，发不出工资，连房租都交不起的前程吗？当时为了保全他的面子，是我主动提议回国，让娘家帮忙带孩子，省下每个月天价的月嫂费。是我们并肩熬夜，决定从零开始做自媒体。当初我小心呵护男人的自尊，如今竟变成了他刺向我的刀。最讽刺的是，他竟把这一切反咬一口，说是我的回国让他被迫放弃事业。为什么他敢这么狮子大开口？因为在美国加州，哪怕婚内犯错的是他，只要他现在没工作、没收入，法律就倾向认定他是经济弱势方。他把弱者当成了武器，理直气壮地向我索要青春损失费。明明是自己躺平，却要把账算在拼命奔跑的人身上。我曾以为离开婚姻是重生，没想到是踏入了一场更冰冷的算计。但没关系，我可以为过去的感情买单，但我绝不会为现在的贪婪买单。钱是我辛辛苦苦赚给孩子的，不是用来供养一个装睡的成年人的。这场官司我做好了打硬仗的准备。我也想告诉姐妹们，别因为怕麻烦就妥协，面对无底线的索取，你的每一次拒绝都是在为未来排雷。各位，刚刚视频的这位就是曾经站在远价赛道顶端，来自安徽的网红小陈。那就在前几天啊，他那个精心编制了8年的跨国纯爱童话不仅塌了，而且是以一种最不体面、最恶臭的方式塌成一堆废墟。他视频的那个虽然不懂中国文化，但是号称宠妻狂魔的美国白人老公，在法庭上直接撕下了伪装，直接狮子大开口向这个小陈索赔70万美元。他在法庭上声称，正是因为这段婚姻导致了我中断事业，所以我受到巨大的伤害，前妻必须支付这笔巨额的抚养费和精神损失费。哎呦喂，什么叫中断了事业？那根据这个小陈的视频所说这个男的所谓的事业就是在家躺平，就是长达数年的酗酒度日这几年这家里面的房贷是谁还的？是小陈。那孩子的学费啦、生活费是谁出的？还是小陈甚至连这个男的喝的酒，这家里面那条狗洗澡的钱，都是小陈在这个直播带货赚的钱。这哪里是什么中断事业？这分明就是软饭硬吃这男的逻辑简直就是强盗逻辑虽然我不赚钱不养家，还让你养着我，但是因为你跟我结了婚，耽误了我躺平的质量，所以你得赔我钱。更让人反胃的还在后面这个小陈为了彻底粉碎前夫那个虚伪的完美人设，不得不自揭伤疤，爆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感到生理不适的猛料，就是说这个看起来人模狗样的白人丈夫极其不爱刷牙。那小陈面对的是一个满嘴酒气牙垢横生的邋遢汉在那一刻，什么西方人的松弛感，什么跨国恋的高级感，通通化作让人反胃的笑话。这粉丝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么多年我们在艳羡不已的神仙爱情，不过是一个中国女人供养着一个甚至懒到刷牙的外国懒汉。那要说这个小陈走到今天这一步，咱不能光骂那个渣男还得往回看。1991年，在安徽的一个小山村里，有个姑娘叫小陈，那个地儿景色是真美但是穷也是真穷，叮当响的那种。这按理说吧，那个地方的姑娘命运剧本她基本上都是写好的，上个学，打几年工，找个老实人嫁了，生娃做饭，这辈子就在柴米油盐里打转了。但是这个小陈不一样他心里面长草了，他不认命，他不想跟他爹妈似的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他心里面就一个念头我得走出去，我得去看看外面的花花世界。那小时候吧，他妈打零工1个小时呢才赚5块钱，他就敢花50块巨款去上一节英语课。为啥这么拼？可不是说为了考这个清华北大，纯粹是被当年那个电视广告给忽悠瘸了看这个电视里那些金发碧眼说着洋文的老外，他就觉得那个才叫高级那个才叫有钱人特别是那种沐浴露的广告那个像洋娃一样的混血儿，直接给他看迷糊了成了他心里挥之不去的执念。那他当时就发誓，我长大以后非得生个混血宝宝不可。
这个念头呢，像这个藤蔓一样缠了他十几年。直到他25岁，为了圆这个梦吧，这个姑娘是真敢干啊，背个包，单枪匹马就飞过太平洋，直接杀到美国。可是到那边一看，嘿，哪有什么遍地黄金啊，没学历没背景，只能去这个中餐馆刷盘子啊，一身的油烟味啊。就在这个时候吧，他那个白马王子出现了，一个比他大10岁的白人老哥。说实话吧，这个男的要啥没啥呀，中年蓝领，事业平平。但是在当时的小陈眼里啊，那个滤镜开的比城墙还厚。他看的不是这个男的有没有本事，他看的是人家那张脸，就是那张能让他生出混血宝宝的门票。于是啊，他就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一头扎进这段感情里。那他以为呢，自己是抓住了阶级跨越的绳索，殊不知哦，那是条花花绿绿的毒蛇。结果婚一结，热乎劲儿一过啊，现实的大耳刮子就开始往脸上抽了，那叫一个疼。最要命的就是这个所谓的文化差异。在咱们中国结婚嘛，那就是两家人的事儿，互帮互助，对吧？你帮我带娃，我给你养老。但是在美国，那叫一个冷酷无情哦，各过各的。这小陈自己爆料说啊，她婆婆得癌症那会儿吧，她正怀着2胎呢，挺着个大肚子啊，在这个医院跑前跑后啊，端屎端尿的。这按咱们的理儿，这叫孝顺，这就该换来人心了吧？嘿，你猜怎么着？等到她想跟老公出去散散心，求这个婆婆帮忙看几天孙子时，换来的不是长辈的援手，而是那种支支吾吾的推脱。甚至这个婆婆反过头来还让这个小陈给她买床垫买生活用品。那以前那些营销号吹什么外国没有婆媳矛盾，现在小陈喝下去的那全是割喉的玻璃渣呀。什么美国梦啊，最后活成了一座荒凉的孤岛。他以为自己呢逃离了农村的苦，结果一脚掉进了另外一种精神的坑。那当初心心念念的混血宝宝是生出来了，可是这个可爱的脸蛋底下是他一个人带娃，一个人扛雷，一个人内耗的悲惨现实呀。那张去美国的机票呢，当初以为是通往天堂的电梯，现在回头一看，好吗，就是一张通往镀金牢笼的单程票啊。说到这儿吧，可能有人会问既然这个男的这么烂，既然这个日子过这么苦，他为什么忍了8年？为什么早不离呢？问到点子上了这不仅仅是感情问题，这更是一个商业问题。为什么直到今天这场闹剧才彻底引来毁灭性的爆发？因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段已经布满裂痕的婚姻，恰恰是他赖以生存的商业模式。在短视频风口疯狂兴起这几年这远嫁呢，它不仅仅是一种生活选择，更是成为了一条变现极快的黄金赛道。你不信可以去这种抖音快手搜一下多少个谁谁在美国谁谁在欧洲的账号，那只要打上这个跨国恋、混血宝宝、养女婿的标签，这个流量就像潮水一样汹涌而至。小陈也是个聪明人他太懂这个流量密码了。那为了维持这个能够生金蛋的人设，他必须在这个镜头前不断加戏。现实中丈夫可能是整日酗酒、不修边幅满嘴脏话，但是在他的文案里这必须被包装成哎呀，我这个笨蛋的老公虽然不懂中国文化，但他真的很爱我。哪怕这个男人连草坪都懒得修，他也得在视频里说这就是美国人的随性。现实中呢，他可能独自带着3个孩子累得几乎崩溃，深夜痛哭。但是在视频里这必须被包装成中美育儿观念的精彩碰撞，混血宝宝真的是太治愈了。这像什么？这就叫楚门的世界他不仅仅是妻子母亲，更是这个账号的编剧、导演、剪辑和主演。而那个不刷牙的丈夫吧，就是他最重要的道具。那3个可爱的混血孩子就是他最核心的资产。这种操作在这个网红圈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那就像之前的某些田园牧歌式的博主这镜头前呢展现的是岁月静好，镜头后却是几十个人的团队在布景。这小陈呢把自己的婚姻变成了一场大型的真人秀表演。然而谎言呢它是有成本的，而且利息极高。
当他靠着这个展示幸福啊，积累了158万粉丝，实现了经济自由了，那赚的是盆满钵满啊。而那个作为道具存在的丈夫啊，开始不满于自己的分配比例了。这个男的又懒又坏，而且还不傻。他心里面想，哎，你在这个网上秀恩爱赚大钱，素材呢都是我提供的，凭什么我在家还得听你指挥？现在你要离婚，行，分我70万美元。那个在视频里高举 AA 制大旗，彰显独立精神的美国丈夫啊，此刻彻底撕下了面具。平时生活费给你 AA， 买个菜呢要给你算账，现在离婚了，他要给你分家产了，他不 AA 了，他要吃绝户了。这哪是什么文化差异啊？这分明就是流氓无产者的贪婪。说白了啊，小陈这个房啊，他的一点都不冤，靠演戏搭起来的日子啊，那就是沙滩上的城堡啊，看着漂亮，海浪一来全完犊子。他拿着8年的青春啊，赌了一把，哎，天天在这个镜头前演这个幸福少奶奶，把这个粉丝啊忽悠的一愣一愣的。结果回头一看，好家伙，小丑竟然是他自己。他跟粉丝说啊，这叫神仙爱情，他前夫反手就给他一巴掌，醒醒吧，这就是场生意，而且是你赔的底儿掉的人生。现在这个官司打的那叫一个鸡飞狗跳啊！哎，为了那个70万美元，为了3个孩子的抚养权，他跟那个曾经一口一个答应的白人老公，那是彻底的撕破脸了。他在视频里控诉这个男的家暴啊，不管娃，还不讲究卫生。看着他那张憔悴的脸哦，说实话，我都替他揪心。可是咱们回过头来想，这个事儿能全赖别人吗？俗话说，脚上的泡啊都是自己走的。哎，要不是当初迷信什么外国月亮圆，非要生个像洋娃娃似的混血儿，他能看上这么个货色啊？要不是为了赚那个流量钱，对着一个8年不刷牙的男人，换成你哦，你亲得下去嘴吗？路是自己选的，苦果子呢也只能自己咽。你这个事儿吧，给咱们提了个醒，渣男这玩意儿啊，他不分国籍，甚至有些在国外混不下去的洋垃圾啊，跑到咱们这儿，或者是在网上仗着一张白皮啊，就被捧成了优质男。他们就是利用这种信息差，专门盯着咱们中国姑娘骗啊。姑娘们呀，以为嫁给了爱情和自由，其实呢，过去呢就是给人家当免费的保姆、生育机器，外加人肉提款机。最逗的是啥？小陈都爆料这个男的不刷牙了，评论区居然还有人洗地，还说什么哎呀，这是人家个人习惯。当初小陈秀恩爱的时候，哎，你们喊着外国绅士基因优秀，现在又怎么变成个人习惯了？这个双标玩的也太溜了吧。说到底吧，都是那个滤镜害死人啊。他能把邋遢说成是松弛，把冷漠说成是独立，把软饭硬吃啊说成是追求自我，这不就是纯纯的大冤种吗？那不过话说回来，对于小陈来说吧，离了也好。哎，虽然钱没了，虽然面子丢了，但是起码他不用再演戏了呀，不用半夜对着一个满嘴酒气、牙都不刷的男人强颜欢笑，这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呀？那这个事儿也给咱们所有围观的，特别是那些做着远嫁海外当阔太美梦的姑娘们上了一课。你记住了月亮哪里都不圆，人性哪里都一样。真正的幸福不是靠嫁个老外换个护照就能得来的，那是得靠2个人啊互相尊重过日子。如果你的婚姻得靠你牺牲尊严、撒谎骗人，还得花钱养着一个装睡懒汉，那别管他是蓝眼睛还是黑眼睛听我一句劝，赶紧跑啊，连夜跑，买站票也得跑。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了，我是小兰，我们下回再见。